我们现在是进入暴雷时间。是交代咱唔谈。师傅，师傅，你该点问？师傅讲的，你也要信？就是小女孩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真的让人觉得很头皮发麻。你怎么会想到拿小孩去献祭这样子的典故？因为我们那个佛母其实是喜欢小孩，不然为什么要佛母？然后他其实大肚子的，然后旁边有很多婴儿。其实我还蛮喜欢你的片的。那你假如需要有更多灵感的话，可以跟我走。已经在邀伙伴了。对，我愿意去。我想去啊，我想要去野游。真的哦，你真的敢？我是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去野游看看，我觉得应该要去看。献祭这部分是，你是因为工作室小男孩的灵感吗？我觉得小孩子常会做出一些事情啊，是没办法理解的。对，那个什么天花板上有坏，其实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所以你小时候，我朋友的小孩来我家，然后他就突然在房间里面跟他吵架，跟那个空气在吵架，然后他就说那个是坏，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请坏出去？然后他说你要牵他才会出去。真的啊，所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是你自己的故事。然后但是他不在天花板了，我就牵他，我就假装牵一个空气。我小时候其实也有对着天花板说坏过，然后我妈吓一跳，一看有蟑螂。对。请问一下，你在拍摄的时候啊，有没有老师给你们一些指导？有啦，我们还是有找一个宗教顾问。那你说的宗教顾问在现场，他有没有跟你们警告过说，哪边不要再去了，或什么？我们会先问他，就是说这地方 O 不 OK，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庙什么的，他就要说你那能不能是可以帮我们照会一下？然后当然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些道教的法术嘛，那道教的法术要怎么用？我们不能瞎搞啊，还是要有根据啊。那说到不能乱做，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秦明以一个真实 YouTuber 的身份来看电影里面的，也算是像网红一样。他们做了哪些行为是相当禁忌的？像在电影当中，他们有进去一个山洞，那其实他所犯的第一个禁忌就是，很多人跟你讲这个地方不要去，甚至都把你锁在里面了，你还是硬闯出来。那第二个禁忌是什么？它这个洞上面来讲就已经有贴符。对，那其实，在山洞里面，它会贴符的话，某方面来讲，就像是一种结界。那这种结界其实。古人不会没事去封一个结界在那种地方。你要知道，古人去封这种结界，就一定是要去封住一些里面的东西。对，这个年轻人，你把它打开就帅了，你用脚去踹破它，很没礼貌。那说真的，你跟在人家坟头上乱尿尿有什么两样？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丽哲姐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导演他们在里面的布置，其实已经是有透露出一些玄机。这些玄机就是曾经有人进去施法，有高人进去施法。你看到这些法术的时候，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我会去拍，但是我也要去尊重里面的鬼神，直到他们闯到第三道，甚至去开始里面搞破坏，还有一种好奇心，一定要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禁忌简直是完全我不会推荐大家要这样去做。有时候物极必反，找鬼也是一样，点到为止。因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人怕鬼3分，鬼怕人7分。没错，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你把一个人给激怒的话，那真的是会不会反过来？今天还是因为有专家在场，然后才能够帮助观众更了解剧情，对不对？因为像我这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研究这方面的人，我就会想要问导演说，为什么这么多镜子？那我在故事里面的设定，其实就是说，那个佛母就被困在那个隧道里，那个地道里，然后他们要把它困在里面的时候，放很多镜子，其实就是佛母的诅咒在里面，在这个洞里面不断的被反射，它就永远就留在这个洞里面，然后一直在弹这样。对，所以你其实它外面那个踢破那个，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啊，那个门的后面其实是贴的也是镜子。对，观众朋友，你有看懂了吗？是不是到这个 moment 你才知道，原来镜子是这个作用的？那真实生活中，秦明遇过镜子症吗？其实有，
镜子这个东西很妙，可以困住灵体，甚至他某方面来讲也是可以拜神的东西。在日本的神道学，不是佛教，他们有时候反而拜的是镜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明长得什么样。假如你给他刻个雕像，不像神明，失礼了。镜子，那镜子放在前面，神明过去的时候，他照那个镜子就会映出他原本的样子。连神明可以用，好兄弟也可以用。那其实呢，最有名的像说一些都市传说，日本甚至有一种招魂的咒，不能说咒，就是一种仪式。那我先跟大家讲是什么做法，其实就是四面镜子拿出来之后，中间点一根蜡烛。那蜡烛其实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种招引鬼魂的好东西嘛。那某方面来讲，香港来说的话，元宝蜡烛有时候是好兄弟的食物嘛。那你放了一根蜡烛在那边，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念一些经文等等之类的，把好兄弟引过来之后，你再把这个镜子合起来，然后是四面的，据说可以把好兄弟困在镜子里面。那我自己曾经有本身在鬼月的时候找了一个鬼地方去做这样的尝试，确实有让我拍摄到一个蛮诡异的画面，就是一个眼睛哈。像我刚刚说到四面都是镜子，对不对？那丽哲姐，你觉得这有没有什么让你回想起来有一种地方也是有四面电梯跟舞蹈教室？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电梯中碰过像那种四面镜子碰过什么样的故事跟传说？电梯里面其实还蛮多鬼故事，甚至有人传说第13个自己就是有可能自己将往生的样子。啊，有这个说法。还有糖果人啦，就是对着电视讲我吃糖果人。假如有人不幸在这种地方他往生的话，据说他的魂会特别的难招。镜中的世界也像是我们的世界一样，只是它是反过来的。那在这个镜中的世界，它可以流窜到很多地方。我有一段戏啊，其实我是镜色的，是整段戏都是镜色的，只是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对，朋友们二刷，那这有特别的寓意吗？对，就是要困住的意思。对，我们拿到了一个小赠品，对，你看，这个是可爱的啦，让人家害怕的时候可以捏，因为它长得很像我们的那个小泥童。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它跟古曼童有点类似。那古曼童某方面来讲，它有好的，当然它有不好的。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放这个小孩？是古曼童有好的哦，有，我以为都是养小鬼。其实它也是对。我们的那个佛母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小孩的，他下面那些小孩子的神像，其实就是曾经献给他的小孩。啊，对，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在那个山洞里面，你会听到小孩子的声音，连在一起。是关于密宗这一块，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些的资料大概是参考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些宗教的系？我在里面觉得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台湾人能相信的符号，手势也好，或是神像的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其实选择一个叫唐卡的风格。唐卡不是一种做佛像的技术吗？对，然后它是一种风格。然后我们那个天花板上那张画，那个就是唐卡。我对这个手势也很好奇。对，这个手势这个你有考究吗？这个是我们发明的。我相信看过你的电影的人，应该也会想要跟着做一下。那这个手势你有什么灵感来源吗？我们也是越多一堆手势啊，一堆啊。然后我要找一个能够相反做的东西。其实我来做个补充哈，因为像说我们拜拜的时候，有一些手势用正常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手势来讲，我们是拜神。反过来讲，有可能就不是拜神。其实最简单的比喻是什么？你知道吗？倒十字架是在拜什么？恶魔。你的场景的选择，对，不瞒您说了，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因为其实之前新闻没有报过。所以它真的是灵异景点吗？它不是，它的上面的那个炮台，它那个房子不是，它叫李洞山庄，它是会让人家借宿的地方哦。所以真的可以去住哦。它是给登山客友善的一个地方，你要去借住它来住。庄主是人很好，对，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
发生过事情。有灵异传闻就对。有，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拍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人跟你讲说有什么样的禁忌啊，什么地方不能去啊？就像你电影当中不是有说，那个洞不能进去。我去拍的时候，其实那个庄主有跟我说，我们那边有一条剧组常会经过的小路，他说你们尽量车子或是人，你不要走那条路，因为他说他们平常不走那条路，就要尽量不要走那条路。那我也就反正听懂意思，我就没有去问很多嘛。那包括我们里面的那个片子里面有一个仓库，那仓库我们重新陈设嘛，所以要把它仓库里面原来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才能进去陈设我们的东西嘛。那里面有一些刀子跟一些武器，然后那个庄主说这个不能摸，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抗日的时候那把刀杀过很多人，所以不能去 touch 它。那一带曾经有发生过抗日战争，台日双方其实都不幸往生了相当多的他们往生者，对不对？对？牺牲者，甚至有一个地方还叫做人头塔。人头塔。那顾名思义，它就是用人头堆起来的一个塔。那所以我想问，就是你们在那种地方拍摄，没有碰到什么怪事情？我没有去人头塔，没有去人头塔，没有去人头塔，谁要去啊？我不要去。最后一个问题好了，那个神像会突然自己全部转身过去，那一幕你想要表达什么？我要表达就是他们连正神都不要救他的感觉啊，所以他是完全的绝望啊。对绝望的人，他还是只希望他的孩子好。我要做的是这样的东西。是，确实没有错。有时候真的碰到一些事情，神佛也难救。你讲这句话是自己有这样子锥心刺骨之痛。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一些神佛。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一些神佛，我们有的是一些武士啊。武士就是日本武士，那种怨念是超级强的，那种是，而且在山上修炼了好几百年。你怎么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到最后我们自己处理不了，所以说我们就请阴阳师出来。哇，对，但是好像电影剧情哦。对，但是到最后真的有人不幸因为这样子而往生。这么严重？对，导演有讲到一些就是有关于言语的力量跟。就是有关于言语的力量跟诅咒。看完片之后，我只想要跟大家讲，没事不要乱诅咒人，真的，因为谁晓得哪一天这个诅咒会不会反弹到你身上？看到最后要告诉你，其实就是祝福就是诅咒，诅咒就是祝福，它是一样的东西。这也呼应电影里面有一句话，一开始其实就有讲哦，就是这个世界是自己去形塑。意念衍生出诅咒，诅咒衍生出一强大的怨念。对，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多做好事。今天这个访问真有意义，到最后还有这个劝世的效果。电视又自己开了，拍一下电视。导演常常这样那个丽德姐，是不是该因为我们现在拿出你给讲息的时机的事情，他们也很爱听。不要忘记，所以开电视的意思是，他想要跟我们视讯吗？有可能，甚至说想要证实他们真的存在。该是拿出你的给息的时间，没问题。然后我们就来探险一下，是不是真的这里有非常特别的磁场。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